您好，我是韩国牙科医院院长金英在博士。这位患者是我认识很长时间的人。这个充值体是很久以前植入的，他大约是在25年前充值的。这是一个充值体，大约是10年前充值的。最后，这个已经放置了大约5年。这被称为平台转换，它指的是在充值体和基台之间有空间的现象，允许骨骼填充进去，愈后很好。患者在居教时感到牙痛，所以我认为拔掉牙齿并进行充值体可能会更好，因此决定立即进行充值体充值。有足够的骨量，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因此手术不应该太困难。4.0 컴퓨터입니다. 4.5mm 컴퓨터입니다. 핸들로 연결해서 확인하면서 가볍게 팜플렛 보는 드립니다. 핸들링으로 같이 커브 제거하고요. 필링 플러그 그리고 이상 컨트롤 매저를 보면 자르겠습니다. 더블로 필링적으로 맞춰 자르시면 2차 필요하지만 추천은 팔자 피겨 외에即可充值体。充值体放置的深度很重要，在基台上有一个称为应激高度的概念。过去充值体基台的连接部分无法调整长度，因此总是平放在基顶上。然而最近在充值体中出现了应激高度的概念，并且有长版本和短版本。现在可以根据充值体放置的水平来匹配基台，所以最近充值体被放置的稍微深一些。这是一个我大约25年前植入的充值体。您可以看到骨系受到达了第一个螺纹，这里也是一样。当不慎之时，骨质保持到充值体的顶部。这个充值体也差不多有25年历史了。您可以看到骨系首先想知道第一个螺纹，因此这在牙科学中是一个既定原则。骨系受到第一根螺纹，然而如果充值体放置得很深，则使用 EH 概念基台，并且使用一种锁定或形成锥形密封的充值体基台连接。周围的骨骼不会吸收，甚至可能再生。因此，最近的趋势是将充值体放置的稍微深一些，并使用具有强连接和锥形密封的基台，没有微动，并且实现了完美的圆锥密封，防止细菌和其他口腔菌群渗透进去。因此，它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没有气味的充值体质 S-Lock 充值体 Torx 加加。Torx 加加连接也实现了完全的锥形密封。并且基台连接强劲，因此充值体放置在约3毫米的深度。由于骨头不是平的，3毫米不是一个绝对值。实际上，在加侧越小于1毫米，摄侧越小于3毫米，方向也很好，没有预期会有任何特别的问题。因此，如果合理选用一个具有修复学挂档 EH 的基台，就能较容易实现 EH。然后基台是这样的。现在，如果您只需在这里正确的放置牙冠，就可以期待好的结果。在 CT 上看，稍微有些不理想，充值体顶端稍微压迫到了加侧皮质骨。相反，当皮质骨固定发生，并且初始固定显著改善时，最终皮质毛骨增加。在松脂骨中，初始固定力也称为 ISQ 无法超过某个极限，因此在某处获取皮质锚定非常重要，并且由于这是拔牙后的即可充值体，我认为从拔牙我的骨板或者加侧或额侧获得皮质骨固定是至关重要的。充值体的位置也不错，我不预期会有任何特定问题。如果您查看后侧第一磨牙的充值体，应用了平台转换，骨头已经填充到与基台对比的水平，愈后即加，没有皮质骨固定，而是充值在松脂骨中。在这种情况下，充值体质如实的初始固定可能已经略有减少，对吗？因此，我建议在足够的时间过去，并且骨再生已经发生后，可以进行第2次手术，而且情况是一样的。
有些情况下基台是从盲连接的，但从手术方案的角度来看，基台连接是可选的。在我的案例中，如果成功率即使降低1%，我也不会继续。我相信进行第二次手术并准确连接基台是正确的。我们在手术过程中使用了愈合塞，在大多数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人使用盖螺丝。当您这样连接盖螺丝时，骨头会完全填满，然后第二次手术就变得非常困难。我认为许多人因为这种困难而避免立即连接愈合基台。S-LOC 冲肢体系统允许您根据需要切割愈合组，因为它是通过切割插入的。在第二次手术期间，您只需拆下愈合栓，而不是螺丝形式。在临床上它也提供了便利，因为在插入时它会形成锥形密缝。并发正如肌发感染也得到最小化。在临床上，由于便利性和减少感染，建议使用愈合塞子。通过使用愈合塞，我们可以确认冲肢体放置的方向，促进二次手术。它的优点是在冲肢体植入后的愈合期内尽量减少感染，因此我们强烈推荐使用愈合塞子。方向很好，位置很好，深度也很好，因此我相信这个冲肢体将持续很长时间。就这样，谢谢您。